是最新款的 Kindle Paperwhite 6，官方宣称它是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 Kindle， 更好的屏幕，更长的续航，翻页速度加快25%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从购买、4个升级点和其他2款电子阅读器的对比这几个方面，看看这款新 Kindle 能不能做到翻页快25%，同时盖泡面的速度也加快25%了。让我们 Let Go。亚马逊在10月一次性发布了4款新的 Kindle， 主打 AI 与笔记功能的 Kindle Scribe， 便携的入门版 Kindle， 首款彩色屏幕的 Kindle Color Soft， 升级速度与屏幕的 Kindle Paperwhite 6。这个名字太长了，后面我就简称 Kindle Paperwhite 为 KPW。KPW 6又分为普通版和签名版，主要区别在于签名版的储存从普通版的 16GB 升级到了 32GB， 增加了无线充电、自动调节的屏幕灯，后盖的材质也增加了特殊涂层，让塑料看起来更像金属。我手上这款是最新的黑色无广告的 KPW 6的普通版，购买于日本亚马逊，然后再转运回中国内地。费用和时间我会打在屏幕上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因为 Kindle 硬件和服务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，国内是没有官方店铺的，所以只能靠代购或者转运。如果不着急的话，也可以等等某猫、某东的国际店铺上架。关于 Kindle 的服务问题，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我在那里给出了解法。不懂的小伙伴也可以留言评论。同时，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资源，像 Send to Kindle 应用程序、相关地址、字体包等等，还是老规矩，我都会放在置顶评论里，方便你使用。你可以白嫖，但给个一键3连那就更好了。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。这次的 KPW 提供了黑、红、绿3种颜色，很多小伙伴看到红色和绿色，还以为会是金属背板，不过背部还是那个熟悉的亲肤材质，手感确实不错，冬天摸着也不像冰属那样冰冷，软软的很贴心。但也有个老问题，不防油也不防指纹，用过的都懂，时间久了，在反光角度下一看，全是知识在身上留下的痕迹。介意的话，还是需要加个保护壳。不过我看了下，现阶段市面上 KPW 6保护壳选择非常少。如果你有好的推荐，也可以告诉我一声。重量方面，裸机211克，比之前几代稍微重一点，但实际拿在手上并不会觉得很累，和一台手机差不多。出门放在包里也不会增加多少负担。机身底部从左到右依次是指示灯、USB-C 的充电口、电源键。不过这个电源键还是凸起的，很容易误触。支持 IPX8 的防水，理论上可以在2米深的淡水里坚持60分钟。不过真的会有人在洗澡的时候抱着 Kindle 看书吗？你有病！这次的第一个升级，屏幕来到了7英寸，对比上一代的 6.8 寸，显示面积增加了6%左右，对比之前的6英寸，显示面积增加了36%左右。如果你用的是 KPW 5以前的设备，那提升效果非常明显。显示屏用的是最新的卡塔1300面板，依然是纯明的屏幕设计，但现在终于做成了圆角，和机身看起来更加和谐了。另外还增加了软光支持，官方宣称这块屏幕的可视角度更大，对比度也更高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自认为手上的 KPW 4已经表现得很好了，不对比的话，并不觉得和 KPW 6的差别有多明显，所以我会在各种场景下和不同情况下对比 KPW 6、KPW 4、Kobo Libra 2的3款设备，用放大镜吹毛求疵的看看屏幕效果。稍微说一下区别 ，KPW 6和 KPW 4的屏幕都是平面屏 ，Kobo Libra 2是凹屏。理论上，凹屏比平面屏少了一块玻璃盖板，会更接近传统纸张的视觉效果。如果你用的是 Kindle 的其他型号或者其他品牌的电子阅读器，我在置顶留言里也提供了查询对比数据的网址供你参考。在自然光环境下关闭屏幕灯 ，Kobo Libra 2的屏幕更接近白色，其次是 KPW 6表现也还可以 ，KPW 4会显得偏灰一些。文字的通透感和对比度上 ，Kobo 的 Libra 2和 KPW 6表现差不多 ，KPW 4还是整体偏暗一些。在室内关灯、屏幕灯开到最大亮度的情况下，3款设备的亮度差别不大 ，Kobo Libra 2依旧是最接近白色，而 KPW 4会显得偏灰，看起来稍暗一些。两者都是在灰调的基础上有些发白的感觉。至于 KPW 6有一种偏黄的色调，像是纸张放久了微微发黄的样子，这反而让它现实观感上更接近实体书。在屏幕灯开到最大亮度时 ，Kobo Libra 2的补光相当均匀，整体看起来很舒适，而 KPW 4的底部就比较明显的出现了灯光分界，能看到一块灰一块白，分层感有点强。至于 KPW 6，虽然没有像 KPW 4那样明显的分界，但底部对比屏幕其他部分还是有一些杂质感，不是特别干净。
不过在正常亮度下，这些小瑕疵会稍微弱化，看书的问题不大。但如果对均匀度特别敏感的朋友，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差别。在软光开到最大的时候 ，Kobo Libra 2的屏幕呈现出更高的鲜艳度，软色调明显偏向橙色，看起来更亮眼。而 KPW6 则更偏柔和的软黄，显得自然一些，不会那么刺眼。在夜间模式下 ，KPW4 还是老问题，屏幕整体发白偏灰，而 KPW6 的表现则好得多，对比度更高，黑色的部分看起来更深邃，视觉效果更接近真正的夜间模式。满分10分，不知道你对 KPW 的屏幕能打几分呢？欢迎打在公屏上。第二个升级，标配存储从 8GB 升级到了 16GB， 但说实话，如果只是看电子书而不是漫画，这升级其实没啥感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现在的 Mac 电脑无法直接用 USB 传输文件，得用官方的 Sendo Kindle 应用或者第三方软件才能搞定传输。Windows 用户还是像 U 盘一样插上就能用。当然，电脑上操作更简单的方式就是用 Sendo Kindle 的网页版，打开网页，再把电脑的书直接拖到网页里，点击发送，就能在 Kindle 上收到了。第三个升级就是特性的升级，对于官方说的性能提高 20%， 翻页速度加快 25%， 还是要对比下实际的效果。先说结论，性能的确肉眼可见的提升明显，但对实际使用中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大。毕竟翻页速度再快，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也不一定跟得上，除非你天赋异禀，一目百行。不过在一些具体操作上倒是有一些改善，比如查词和划重点的时候，能感觉到操作更顺畅了，不再有那种点完需要稍微等一下的延迟感。这次 KPW6 出厂搭载的系统是 5.17.0， 至于系统嘛，用高情商说，那就是依然专注于阅读，但低情商讲，还是那设置少得可怜的毛坯房系统。槽点不多，毕竟也没指望它会有什么更新。不过这里还是发现了2个小小的问题：一是 KPW6 里面把睡眠定时器功能移除了；二是自定义字体无法保存的 bug， 每次返回主页后都得重新设置字体，希望后面的版本可以修复。第4个升级，续航从上一代一次充电用10周升级到了12周。说实话，这个升级只停留在纸面上，毕竟一次充电足够看完几本书了，长的几乎让人忘记了它还需要充电。但奇怪的是，续航已经这么强了，很多人还是说每次拿出 Kindle 的时候都会提示它要充电。购买建议的话，如果你是新用户，人在海外，还是很推荐 KPW6 的。你可以享受亚马逊最新的电子书资源，买书、硬件购买和保修都非常方便。而在国内的话，其实你有更多的选择，其他电子书设备在资源生态上也更符合中国宝宝的体质。对于老用户，如果你用的是 KPW5 以前的版本，而且不介意折腾电子书资源，已经习惯了 Kindle 的生态，那么这次升级还是很值得的。从古早的 Micro USB 换成了 USB-C。更快的速度，更大的屏幕，整体使用的体验明显提升，估计升级完又可以再用个5年。但如果你已经有了 KPW5， 从实用角度来说，那就没必要升级了，省下的钱还可以给我投个币。现在回头看 ，Kindle 的电子书市场起步早，用户积累得多，尽管已经退出中国市场，但因为沉淀了这么多的老用户，也常年霸占二手市场的电子书类目。作为一名从 KPW1 就开始使用的老用户，到了如今的 KPW6。10几年来，见证了它在内地市场的起朱楼、宴宾客。尽管如此，它依然还是很多人的阅读神器，能带给你最纯粹的阅读体验。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